我靠，我又抓住一个罪恶的克星，捏死。好，干掉一只蚊子，我们准备开盒。来吧 ，RF 这家新厂子出的第一款角色，名字叫做鲶鱼，其实就是小车的封锁了。而这一次呢，盒子也是非常的迷你啊，看起来就这么一点点，外边的峰会也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线稿图，里边是车型包装。纸品方面，一份说明书，它这个变形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只是拿电脑的结构图啊翻出来，但是这个说明书里边也漏了几个步骤。先来看一下车型吧。其实来说啊，我觉得这款车型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不管从车型的还原度，还有在整体的一些流线型以及细节点缀方面的一些处理啊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但上手摸起来呢，这一款 RF 的封锁料子是那种很硬的料子，它不同于其他小比例厂家会选择掺一点尼龙来让料子更有韧性，这个是很硬的那种 ABS， 所以呢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白痕，就是说这个料子缺点之一吧。好处呢就是这个料子很方便塑形和上色，而且轮毂有涂装，车灯前方这里转向灯也有涂装的刻画，车型还不错，完整度还可以，包括在一些合缝线的上边也是根据车的，比如说车门这样的合缝线什么的，这样来处理的。屁股后边包裹的也还不错吧。小枪可以跟这样插在车顶，其实我非常讨厌这样的搭载方式啊。推车还不错，挺溜的，轮子滚动的很滑。底盘来看的话，基本上露个脑袋大胸口，但是也算是比较平整吧。这里有两个假的轮子，只是造型件。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。第一步先开前机盖，前机盖下方这里有两个小扣子，拉起来，然后根据这个连接杆 Z 字折叠往后推。接着两条胳膊跟这里边掏出来，根据这个连接杆双段往下拉，小臂转正，手从这里边抠出来，这个里边还挺紧的，抠出来，好了，上半身就变完了，很简单的一个过程。腿部这里腰先拉长一截，这个也是合体时候的，应该是一个肘关节吧，左右腿分开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，顺着这个卡扣的位置把它撬开这个边儿，完全的打开，接着连同膝盖红色的零件旋转180度，转过来以后，从小腿内侧把里边的小脚板掏出来，然后真轮子翻到腿肚子里去，盖上盖板，对准这个卡扣啊，把这里插直，脚归位，然后让这个假轮子就到了腿的内侧。其实动画片里边设定图封锁的这个小轮子是在腿内侧的，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假零件来满足它的一个还原度吧。好，注意这个卡扣打开，撇正，然后把小脚板抠出来，小轮子塞进去，然后这里的卡扣对正插上。好，腰部扭个180度，其实从上面扭从下面扭都行啊，我觉得从下面扭吧，从这里扭过来。缩腰以前注意，这是说明书没画的一个步骤，这里有两个红边儿，其实还可以往上折90度，但是说明书这里并没有展示，也就是把这个方腰实现出来，把这一节推回去。那好了，说话间也就变完了。其实这款封锁的变形非常简单啊，而且在整体的一些素质上面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设计应该就是那种前几年的水准，不算很高级。就按目前来说，放在如今的小比例市场里边，它没有什么太亮眼的变形设计。人形和汽车形态，我觉得一些元素做的还不错，但是人形的美观度欠佳。首先这个背包啊，
其实它是可以 Z 字折叠贴下去的，应该可以折到底，但是我这个可能手上个体的关系吧，卡到这里就绊住了，卡不下去了。再往下别，我担心这个轴这儿撑不住。其次呢，我是在看到这一套的时候，一直在觉得胯部这里两条大腿这儿的处理过度啊，有一些太过于生硬，好像大腿显得有一些细，胯部这里整个是一个方方的下来，其实过度的并不是很圆滑。再加上小胳膊肘这里的处理，其实就是两个连接的杆子放在一起。而整个的腿部，其实这一款的变形，如果说好玩一点的地方，也就是两个小腿的变形吧。上半身的变形应该都是大家基本上都能猜得到的一个结构啊，很简单。有的地方会很假，但是明显感觉到膝盖这个地方的关节会稍微松一些。看看大货出来以后，这里能不能调整一下吧。该有的可动其实都有，脚底也有接地，大腿根部也能旋转，膝盖可以弯折90，前踢也可以踢到很高，侧踢这里都不会阻挡到，腰部左右有旋转，头部这里是一个球关360度旋转没问题，而且可以稍微的跟这么抬起来。肩膀这里因为是双段关节啊，所以可以抬到很高，这里是个球关啊，360度旋转也行。胳膊肘这里曲肘没问题，这个地方还左右旋转，但是这里特别的松。这个根部应该也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小臂里边有一个窟窿，这儿没有盖板堵一下。这个尺寸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比魔方的这些小车稍微大了一号的，这个尺寸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小。合体的模式我估计也就这样吧，对吧？变成车型以后，从腰部这里往长一拉，然后从这个关节折过来，让这个开口的球关冲前。封锁应该是这条胳膊，应该是这面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小臂的这一节，不是车的这一节变成了小臂的部分，上半个卡在肩头，下方这两个卡扣应该是插胳膊、手臂的手腕的一个地方，这里作为肘关节来处理。当然也看到这儿有俩卡扣，或许说他把这个关节卡进去，然后用这4个点、5个点吧，跟这样挂在肩头上边，呈现出来另外的一种，就飞天虎单体的小车变成肩甲的那么一个姿势。或许说这一套飞天虎也能实现手脚互换，根据这些通用的接口就往上一贴就行了。其实飞天虎很好设计，也很难设计。好设计是因为4款小车基本上都是贴上去的，手脚这个东西都是往上一贴。难设计就难设计在主体的汽车大师上边了。而最终这套 RF 飞天虎能出一个什么样的素质，这又说到评价方面。要我说啊 ，RF 的这一套如果放在几年前出的话，其实还不错，而且有一些它的理念其实挺先进的。比如说它的汽车大师能实现连同车厢一体变形，而且一体合体不是说组合的时候肚兜装在里边，这一点其实是要比几家飞天虎做的都精彩的。因为其实飞天虎这个角色真的很难做，现在好多的第三方，包括官方现在要出的那一款遗产系列，它都是偷换了概念，把飞天虎单独做成了一个马甲儿，然后汽车大师作为一个车头塞到肚子里。RF 的这一套竟然可以实现一体变，这是它的优势之处。但是就目前来看，第一款小车的话，这个素质其实来说放在如今这几年显得有一些落伍，可能也是因为拖的时间太长了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目前看起来这个鲶鱼就是这样了，但是终归来说它是一个小车，或者说就是一个4只吧。主要这一套还得看它飞天虎将来以后有什么样的表现。它可能这一套唯一的卖点就是那个一体变形的汽车大师了，其余的地方没有什么太突出的位置吧。或许说将来以后它能在性价比方面占有一席之地，这个也说不好啊。那么这一款就是这样了。